Hello， 大家呢，我现在身后这台呢是宝马全新的新世代 BMW X3 长轴距版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宝马 X3 这台车。我是从2025年1月的 CES 概念车就开始持续追踪啊，今天看见正式版之后，内心还是相当激动的。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会从外观、车机和舒适这3个部分和大家聊聊这台可能是宝马全新世代最重要的车型。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，外观。X3 最让我惊喜的一点就在于，它并不是宝马家族最高端的车型，但在外观上却对之前的概念车有着极佳的还原。在这里，我对比一下我之前所拍摄的 Neue Klasse X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轮廓造型几乎相同，国内上市的长轴版呢要比原版设计长了10厘米左右，所以单说美型的话呢，那肯定是没有原版概念车更美了。但是2排的舒适性会更好。虽然叫长轴版，但是 RX3 长轴版它的长度好像也没有超过4.9米，这个车身尺寸对于 SUV 新能源车型来说依然是属于比较灵活的选手。RX3 的车头几乎完整的还原了概念车啊 ，RX3 致敬了宝马1500那个经典的双肾元素以及两侧天使光翼的设计，这些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不过呢，概念车里那种具有纵深感的车前大灯，在 X3 上就采用了3条光束来取代了，完全还原概念设计，可能就要等到更高端的车型了啊！天使光翼的迎宾灯效果依然得到保留，非常帅啊！大家现在看到的左侧是关闭近光灯的效果，右侧是开启近光灯行驶路面上的效果。在前排车窗上依然采用了下沉线条去增大车窗的纵向面积。后舱设计上呢，宝马经典的霍氏拐角元素也得到保留，增加2排的光线。车后扰流板的造型与概念车保持一致，但是两侧增加了2片护板，我推测是为了减小风阻。我们再来看看车尾啊，车尾整体线条也与概念车几乎相同，唯一改变的就是概念车车尾灯啊，它是不计成本的采用3D 纵深感的尾灯，超级好看啊。而量产版呢，则是计成本的，简化了尾灯，毕竟呢要保持价格的竞争力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场看那个尾灯啊，没有特别的红。车身最后的3个小细节补充，首先拖车钩呢是隐藏在保险杠内的，同时车辆的前置镜头隐藏在双肾造型里。然后如果这个脏了，里边呢会把这个盖儿打开，然后里边出了一个小喷嘴儿。第二，车辆的充电口还挺大的，支持电动开关。这台车采用的是宝马大圆柱电池，双电机4驱 ，CLTC 续航超过900公里，支持800伏充电，10分钟可以充400公里，21分钟可以从10%充到80%。第三，就是为了符合国标而全新设计的半隐藏门把手。虽然说外观看起来没有量产版那么炫酷，但是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不用学习怎么开车门了，对不对？基本坐过车的都会开这个车门，非常轻的力就可以打开。那么说完了外观设计，我再带大家快速看一下现场我拍到的4款配色啊。现场还有一台赤焰红色，哎呀，这台现场看真的非常惊艳啊，就是钢铁侠那种暗红色的那种漆面质感。据我观察，国内市场好像家用车红色没有银色啊或者白色那么受欢迎，对不对？但我必须要说，红色是现场最打动我的，真的就是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哇，好漂亮。除了红色之外呢，现场还有一台滨海湾蓝，这个配色的蓝色呢是那种饱和度比较高，同时又偏暗一点的蓝色。现场看的话反而会觉得比较低调，但我不确定开在路上户外的光照是一个怎样的效果。现场还有一台最还原概念车的磨砂空间银，采用了反光控制极佳的磨砂漆面。比较遗憾的是，现场因为有其他的媒体老师在拍照啊，所以说呢在车窗上贴了一些柔光纸车身会有一些遮挡，我把没有遮挡的位置尽可能拍一些画面给大家作为参考。另外我还拍到了一台极昼灰啊，这个配色我觉得更接近一个时尚版的黑色吧，因为这次 X3 它没有黑色嘛，所以极昼灰要比黑色视觉上更轻盈更现代化。我个人喜欢这个配色，其实要超过刚才那个蓝色的。那么看完外观，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进入车内来看看内饰啊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配色呢，官方叫做琥珀丽烟白双拼啊，好像是一个盖饭的名字啊。这个配色的理念呢，应该是最接近概念车里橙色和灰色不异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整体来说呢，会更温和传统一些。座椅几乎都是采用皮革包裹啊，除了头枕和椅背这种比较柔软的皮革包裹之外，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些皮革包裹，也不完全是裸露的塑料。车顶呢采用的是白色设计，去提升车内的明亮观感。其他部分呢，则是用了一些白色作为点缀。白色这个位置呢是皮革包裹，然后下方呢，也是类似于上边的这种感觉，就是也是有包裹的，我摸到了，它是有弹性的。里边这个是塑料的。这次 X3 的开门键在这个位置，向后拉。又要习惯一种新的开门方法了。中控扶手区下方有一个巨大的镂空空间，展车里放了一套麦克风，可以在车内进行卡拉 OK。大家最关注的中控区设计，
和概念车基本保持相同啊。相比于传统宝马车型的按键进行了大幅的精简啊，这次采用的是宝马传统的拨杆挂挡、启停键和 My Modes 那些按键全都取消了。另外，中控区保留了自动驻车和前后风挡除雾功能，音量调节滚轮还能硬挺到新世代车型上，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。中控区的前方呢是手机充电槽，左侧是支持风冷无线充电的，右侧呢则是2个 USB-C 充电接口。内饰部分有3个细节补充啊，第一，氛围灯。这次采用了隐藏式半透明的设计，是物理意义的半透明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光线啊是隐藏在控制台下方的，就是你现在能看到这个灯光，对吧？但这个灯光呢，并不是说有什么投影投射到上边的，你看它还有呼吸效果，它是在这个皮质下方有一个透光。你好，宝马来了，把氛围灯改成蓝色。好的。看到了吗？就改成蓝色了。第二，这次2排的空调出风口采用的是传统的手动出风口，前排的空调出风口呢，则是用户在屏幕上通过滑动屏幕，然后电动的去改动出风口方向。技术上应该是可以支持自动扫风，但是目前我测试这个工程版本车辆啊，设置里没有自动扫风的设置，等正式上市之后再看看吧。第三，这次全景天窗采用的是3层镀银玻璃啊，紫外线隔绝可以达到99.99%。我肉眼透过天窗去看顶棚的话，这个天窗应该是灰色的这种效果，透光性还不错。说完内饰，我们快速进入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，车机啊，也是我个人最关注的，就是宝马这块向心触控屏倾斜了17.5度，那日常使用到底表现如何呢？首先这块屏幕啊，现场实测黑色可以显示纯黑，官方数据呢最高亮度是1000尼特，倾斜17.5度的原因呢，就是从驾驶员的视野出发，这个屏幕的侧边和路面一起汇聚于地平线最远端，中控屏最左侧，也就是距离驾驶员右手最近的这个区域啊，是车辆状态的显示按钮啊。这个功能这次我终于验证了，在量产车型上可以交互的。你可以点按，比如说大灯的这个点亮图标的状态，屏幕左下角默认给了360停车。音乐图标这台车呢设置成了爱奇艺，那看来是可以自定义选择的，随便点开一个视频，这就是这块异形屏在播放传统16:9视频的一个状态。地图这次如大家所愿，宝马配备的是高德地图啊。虽然说系统还是早期版本，但是流畅度还可以，而且呢也可以显示红绿灯倒计时。在应用界面中，目前已经集成了包括腾讯、爱奇艺、全民 K 歌等一系列的应用啊。咪咕游戏里呢，大家可以玩包括黑神话、悟空在内的一系列云端游戏。这次宝马和华为进行了深度的定制合作，首次在车机里集成了华为 HiCar，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一台华为手机，你就可以在这个车机上大屏幕使用手机中的应用。我测试这台 iX3 呢，它是支持座椅按摩的，这个我也给大家测试了一下，力度算中等吧。不知道座椅按摩是不是需要选配的？你好，宝马，我在。给我介绍一下故宫。这次车机呢，也是和阿里千问以及 DeepSeek 合作的 AI 大模型。让我深度思考一下。除了一些模糊语音的车内功能交互之外，还支持百科提问。这个部分我问了一下宝马的工作人员啊，好像在设置里，你用户可以自主关闭深度思考，你就可以跳过 DeepSeek 使用千问了。故宫又称紫禁城。那么说完这块触控屏，我们再来说一说 iX3 车机的另一个亮点。全景显示屏，这是宝马从2014年就开始设计的一个功能。前风挡下方有一个长度超过1米的黑色投影屏幕。大家注意啊，画面左侧这个位置呢是 HUD 的投影，这个位置呢是 HUD 抬头显示，然后再往前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再往前的这个位置则是全景屏，它是利用一个倒影，能看到吗？倒影来反射到一块黑色的纳米纹理玻璃上。然后从而实现我们在主驾驶的位置能够清晰的阅读观看。关于这个全景显示屏显示部分3个小细节补充啊，首先这块全景显示屏完全不会遮挡驾驶视野，我坐在驾驶位置模拟了一下我的坐姿视野啊，车头还要比全景屏高出一截。第二，为了不遮挡视野，宝马结合不同车型驾驶员的坐姿去调整这块屏的高度， iX3 的全景屏要比7系轿车版要高一点点。第三，即使你佩戴偏光墨镜，那么看这块屏幕依然非常清晰。对于这块全景显示屏的功能，首先这块屏幕分成2大部分啊，一个是驾驶员正前方这个区域，然后一个是右边的信息区。其中正前方就是仪表盘，这是锁定的，不能更改。但是呢，你调整到不同的驾驶模式，它会结合不同的主题来改变样式。比如说宝马经典的运动模式，那就显示红色。而对于右侧区域，则有4种模式可以设置啊。第一个是个性界面，包含了语音助手、多媒体、天气、时间、导航、温度、空气质量、节日、吉祥话、吉祥图案、
宝马那个巴巴熊等非常多的丰富的自定义小插件。这个平安节嘛，很多人喜欢在车上挂，宝马这回给你挂在前面了。其中最有趣的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最后这个经典收藏。宝马把包括1500在内的6台宝马历史上经典的车型设计做成了这种小车图形啊。大家看这个像不像在车前面摆了一排小车模？我觉得这个设定还挺有趣的，也不干扰你驾驶，对不对？就是把你的这个车里啊，就好像搭配了你们家里的一个小玩具展示柜。第二个全景屏模式呢，则是地图导航。导航的过程中呢，会有路口放大地图，然后红绿灯位置也会有倒计时显示图标。相比于你看车机屏幕上的导航，全景屏导航的优势呢，就是司机不用歪头啊或者瞄着眼睛去看那个屏幕，你直接瞄一眼这全景显示屏就行了。另外，这个全景显示屏的2个模式分别是行程数据和动态驾驶。车机部分的第3个要分享的呢，则是 HUD 抬头显示。我之前拍过几次概念车啊，都没有配 HUD，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有配这个的真车。不过 HUD 的软件呢还是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我只能给大家显示一个箭头啊。从这个箭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 X3 HUD 投影的位置非常远，可能要到车头前方了。另外呢，我不确定 HUD 是否是选配。如果全景显示屏它支持导航信息的话，那我对 HUD 可能需求就弱一些了，就看宝马是否能给 HUD 带来更有价值的一些路面信息了。车机的最后部分说一下方向盘啊，这款方向盘和概念车完全一致，方向盘采用的是纵幅设计，把2侧支撑杆的位置空出来，刚好可以让手指完全握持住方向盘，就像游戏手柄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一样。拨杆这边呢，就是很传统的雨刷。左边这个拨杆呢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大灯。然后在方向盘这边呢，它是采用类似于一个镀银的设计，银灰色，能看到吗？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的，它要比黑色塑料相比，沾染指纹的情况好很多。然后呢，这边是有震动反馈的机械按键，左边都是用来辅助驾驶的，分别是开启辅助驾驶，然后提高速度和减速。右边啊。这个首先是音乐按钮，我们如果打开的话，哎，看到了吗？全景显示屏上就快速的选择播放内容，然后这个位置是语音。哦，如果我开启语音的话，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特殊的震动，这个应该是在设置中你可以自由选择。然后大家注意啊，在中间这个区域是可以上下滑动的。然后你可以通过滑动来进行调节。当你在滑动的时候，方向盘这个位置会传来一个震动。我觉得这个琥珀绿配色的方向盘没有白色内饰的方向盘好看啊。X3 是有白色内饰的，不过我没有拍到，就用宝马新7系的白色方向盘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等到这台车上市的时候，我会选择白色内饰，再给大家详细分享。说完了外观、内饰、车机之后，今天视频的最后一部分，快速聊一下空间。因为体验时间有限啊，所以说匆忙的测试了一下2排。长轴版 X3 它的轴距达到了3005毫米，超过3米啊。宝马把增加的全部长度都给到了2排空间，2排空间膝盖位置相当宽敞啊。实测膝盖距离前排座椅大概是18厘米左右，在这里我对比一下 Model Y、理想 i6 和小米御7，给大家做一个大致的参考。纵向空间的话，我是182的身高，但是呢这里需要分情况讨论。X3 它这个头顶啊，因为有这个天窗，然后有这个位置，然后有后边这个位置，所以相当于呢有3个不同的高度。我们按照最高这个位置啊，先来量一下，13厘米左右吧。但是呢，最低这个位置大概是8厘米、7、8厘米左右吧。2排座椅它深度不错啊，测了一下大概是54厘米左右。另外，这一次2排的过道区没有 i5时代那个鼓包隆起了，这一点对于狭窄位置停车，然后2排的乘客移动下车就要更加友好了。2排呢虽然没有电视，但是都配备了磁吸支架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 iPad 或者华为 MatePad 吸附在上边。目前宝马已经开发了对应的 App， 连接车机之后可以实现对车内空调、座椅、音乐的调整，这个挺好的，按需选购。那么今天视频的最后啊，带大家来看一下后备箱的空间。后备箱开关的位置比较靠下，是在车牌的上方区域。打开之后，内部空间大概是这么大。实测纵向的收纳深度大概是在100厘米，也就是1米左右。后备箱呢左右还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，左侧是储物网，右侧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储物槽。后备箱下方有一个下沉的储物空间，我打开的话大概下方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下沉储物空间它并不是完全平整的，我测了一下，最深的位置大概在15厘米左右。另外最左侧它有一个下沉的凹槽，这个位置比如说女生司机可以放高跟鞋、一双替换的鞋子。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宝马新时代 BMW X3 长轴距版的一个快速开箱体验。
这台车我等了1年多啊，实在是太期待了。希望 iX3 能够早日上市，到时候我踏踏实实开一段时间，再给大家更详细的反馈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